卻3號前腳剛剛成功回收。這邊文昌的另一枚巨型火箭嫦娥7號已經準備奔向月球。按照目前任務進度，嫦娥7號已經和長征5號遙14運載火箭完成組合，並被送上文昌航天發射場的發射區，計劃在8月24日前後擇機升空。而這一次，嫦娥7號不是再去月球背面採土，它的目的地是月球南極，而它要去那裡尋找一種可能決定未來月球基地命運的資源——水冰。為什麼全世界突然都盯上了月球南極？因為月球南極有一種非常特殊的地方——永久陰影區。月球自轉軸傾角非常小，所以在南极一些很深的撞擊坑裡，太陽可能幾十億年來都沒有真正照進去過。這些地方長期處於極端低溫，就像一個天然運行了幾十億年的宇宙冰箱。早在過去幾十年的軌道探測中，科學家就已經通過光譜、中子數據等方式，發現月球極區存在水冰的證据。所以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簡單的月球上到底有沒有水，而是這些水冰到底在哪裡，有多少，埋得多深。月球南极的沙克尔顿撞擊坑及附近區域，就是目前非常重要的候選區域之一。而嫦娥7號要去的地方就是這裡。嫦娥7號是一整支月球探測小隊，它由軌道器、着陸器、巡視器和飛躍器4部分組成，再加上已經提前部署在月球附近的鹊橋2號中繼衛星。整個任務採用繞、落、巡、飛躍4種方式，同時探測月球南極。軌道器先在月球上空進行遙感，相當於站得最高的偵察兵。軌道器上配置了高分辨率立體測繪相機、合成孔徑雷達、寬譜段紅外成像光譜儀等設備。它負責從軌道上觀察地形、物質組成以及水冰可能存在的位置，然後着陸器真正降到月面，在南极極區完成高精度軟着陸。這也是嫦娥7號這次要突破的一項關鍵技術。因為南極的好地方實在太少，太陽始終貼近地平線，一個小山丘就能拉出極長的陰影。大量撞擊坑、坡地和崎嶇地形交錯在一起，如果落點偏出去一點，探測器可能就會落到危險坡面。一旦成功落下，着陸器就不再移动，而會直接變成整個地面探測系統的一座固定科學站。巡視器再從着陸器上下來，像之前的玉兔月球車一樣，在月面進行移動探測。但這台巡視器配置了全景相機、測月雷達、拉曼光譜儀以及月表揮發物原位探測設備。它可以看地面、看地下，還可以通過電磁波得到地下不同深度的結構信息，用光譜儀對月面物質進行光譜分析，判斷它究竟是什麼礦物。還可以真正離開着陸點，去不同位置測量。但它依然有一個地方去不了，因為真正最可能保存水冰的地方，往往也是月球南极最难抵達的地方——永久陰影坑。这些地方可能非常深。沙克尔顿撞击坑本身直徑大約21公里，深度超過4公里，坑壁坡度也非常陡。所以嫦娥7號專門設計了一種過去月球探測器裡非常少見的東西——月面飛躍器。它不只是會走，它真的可以在月球飛。嫦娥7號着陸以後，飛躍器可以從有陽光的區域起飛，直接跨越複雜地形，進入那些終年見不到太陽的永久陰影坑，在那裡落下，利用搭載的水分子分析設備對當地物質進行直接探測。完成探測以後，它還可以再次起飛。過去我們都是在幾公里、幾十公里甚至更高的軌道上隔空掃描，而嫦娥7號要做的是直接飛進那個坑裡看。為什麼一定要這麼執着地找水？因為對於未來月球基地來說，水可能是月球上最值錢的資源之一。如果未来能夠在月球上大規模獲取水冰，月球就有可能從一個完全依靠地球補給的基地，逐漸變成擁有就地資源利用能力的前哨站，而是它可能同時解決生存、氧氣、能源體系和推进劑幾個最基礎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月球南極正在成為未來載人登月和月球科研站競爭最激烈的區域之一。而這次在月球找水計劃上，我們可能真的領先了。